蓝先生开着车跟在保安后面，一路而入，夫妻俩都被油油山庄的大以及美惊住。他们是出身豪门，自家的大别墅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很大的，环境也优美，但和油油山庄来比还是差了点儿。蓝太太说道：“老蓝，没想到战家老宅比管城所有景区都要美，还很大，也就是战家人丁兴旺才能压得住这么大的山庄呀。他们蓝家也算得上是人丁兴旺，但跟战家来比还是差了点儿。主要是战家人团结，大家住在一起也不会闹矛盾。哎，是的，风尘山庄能和油油山庄媲比了。两大家族都是人丁兴旺的，家风都极好，怪不得他们能传承好几代都不败。家和万事兴，战家和军家都做到了这一点。若若真能嫁给战维，我做梦都能笑醒。蓝先生说：“老婆，咱们若若也不差的。战维能娶到咱们女儿，那也是他前世修来的福。他们蓝家虽说没有战家那么旺盛，却也不差，兄弟叔侄暂时还是很和睦的。老爷子还在吗？有他老人家坐镇着，大家都能和睦共处。兄弟叔侄闹翻，很多时候是为了争家产。若是老人家将家产分清楚了，又公平，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，一般都不会闹翻。”那边的老太太重新坐回了沙发上，同时吩咐管家打电话给二爷，叫他和二太太过来一趟，就说阳城的蓝家来人了。管家恭敬地应着，连忙打电话给张二爷，让二爷带着二太太过来。太奶奶，小贝贝从楼上走下来，她睡到现在才醒。昨天玩的太疯太累，昨晚早早就睡了，一睡就睡到现在。老太太都上楼去看过几次曾孙女，也舍不得叫醒曾孙女。海童跟在女儿身后走着，时不时提醒女儿慢慢下楼梯。她要抱小丫头下楼，小丫头不让她抱，坚持要自己下楼梯。1岁半大的小人儿自己抓住楼梯扶手，一步步走下楼去，认认真真的。老太太见曾孙女醒了，老脸上早就堆满了笑，她也不坐了，自沙发起身往楼梯口走去。她站在楼梯口等着小丫头下楼。太奶奶看到老太太站在楼梯口等着了，贝贝脚步有点急。贝贝不着急，慢慢走，别摔着。老太太也叮嘱小宝贝慢慢走。她又说海童、彤彤、贝贝还小，别让她挤下楼梯，怕摔着她。她坚持要自己下楼梯，让她自己走一走，没事，我看着不会让她摔着的。女儿都1岁半了，上下楼梯是可以的了。外甥女只比贝贝大半岁，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但自理能力比贝贝强多了。大一点的就是大一点。海玲一家4口昨晚没有回去，在山庄留宿了。洋洋今天回周家，陆东明开车送他过去，妞妞则跟着一班小哥哥去了游乐场玩。哪怕大家都经常玩，还是喜欢去那里玩，人多了玩得更开心。洋洋的好友过来了，他说他就回去陪父亲吃顿饭，然后就回来。毕竟龙婷不会待太久，他得抓紧时间和发小玩。等龙婷回去了，他再回周家住几天，陪一下爷爷奶奶也是可以的。老太太说道：“真摔着了，有你心疼的时候。”海童笑道：“他聪明得很，知道摔跤很痛，很小心的。小丫头又不是没有摔过，刚学走路的时候不知道摔了多少回呢。那时候老太太也是很心疼，但知道小孩子学走路时是会摔的。老太太再心疼也没有拦着说不让曾孙女学走路。太奶奶，小贝贝总算走完了楼梯，她开心地朝太奶奶伸出双手要抱抱。老太太笑眯眯地抱起了她的宝贝曾孙女。海童要扶她老人家，奶奶还没有衰老到要你们扶着走路的地步。老太太不用她扶着，自顾自抱着小贝贝往沙发走过去，边走边对海童说道：“阳城的蓝家来人了，我让管家通知了你二叔二婶过来。彤彤，你去过阳城，见过蓝若若的家人吧？”
他的家人我没有见到呢，我就去了几天时间，白天又带孩子出去玩，真没有见过兰家其他人。不过打听过，知道兰家的人品都不错。来的是若若的父母吧？海童猜测地道，他爷爷还挂着公司董事长之名，年纪又大了，不会跑那么远过来。只有他的父母退休在家，经常去旅游。听若若说他的父母才是真爱，他和哥哥都是充话费送的，说他兄妹俩跟着爷爷奶奶长大，跟咱们家还挺像的。老太太笑道，那可能是他的父母过来了，他们应该来了几天吧。苏腾早就告诉了阿印，说有人打听我们战家，特别是问起老七。阿印跟我说，我就知道是若若的家人。那小子好久都没有打电话给我了，想来他和兰若若也差不多了吧。兰家都派人来管城打听战家的情况，那就是有意结亲，提前来探探个底，好心里有数的。我从阳城回来时，他们俩都你有情我有意的了。两个人只要看清楚自己的心，感情很容易特飞猛进的。海童挨着老太太坐下，奶奶，那要跟我爸妈说一声吗？还有三叔三婶他们，我爸妈他们呢？海童今天在家里办公，用过早餐后又回房里，直到女儿醒了要下楼，他才暂停工作。战印回公司开会了，虽说弟弟们都带着老婆回来，聚了2天也够了。战印身为当家人，不能像弟弟们那样可以玩上几天，他还是要打理着庞大的战氏集团。阿印的外婆不舒服，你公公陪你婆婆回娘家了，应该没那么快回来。你三叔三婶应该在家管家。老太太叫喊，打电话给老三夫妻俩，叫他们也过来，等会儿陪陪贵客。未来的亲家第一次登门拜访，她一个老太太陪着是不行的，她毕竟年纪大了，聊上一会儿就会累，还是交给儿子儿媳妇们招待吧。那是孙子要娶老婆，儿子儿媳妇当父母的，这些事本就是他们该做的。管家恭敬的应声，赶紧打电话给三爷夫妻俩。海童听到老太太说外婆生病，在老太太逗着贝贝时，她打电话给婆婆，等婆婆接听电话了，她关心地问，妈，外婆没事吧？唐君叶答道，老毛病，就是失眠了，没有睡好，头痛，叫外婆不要想这想那的，老人家本来就浅眠，想的事情多了就容易失眠，睡不着，睡不好容易头痛。他这么年轻，有时候都会因为没睡好头痛呢。说了他说没想什么，就是睡不着，叫了家庭医生过来帮他瞧瞧，没什么大问题的。他容易失眠不是1天2天的事。彤彤，你外婆说叫你不用担心他，他好得很，让你有空就和阿印带2个孩子过来看他。海童说道，妈，你跟外婆说，过2天等战印没那么忙了，我们就带2个孩子过去看他，让他吃好喝好玩好。唐家老太太身子骨没有战家老太太那么硬了，她比老太太还小2岁呢，走路都费劲了，出门一趟需要以轮椅代步，有专门的2名保姆照顾她，听力也很差了，跟她老人家说话要很大声很大声，她才能听见。不过神志还是很清醒的，总是惦记着大外孙战印，盼着战印一家4口过去看他。偏偏战印夫妻俩工作忙，一般也就是10天半月过去一趟。有时候老人家特别想孩子了，就由唐君叶夫妻俩带上孙儿女回娘家陪唐老太太。唐家不缺女儿，不过贝贝在唐家的待遇就是最高的，这可是战家的宝贝疙瘩，又是唐君叶唯一的孙女儿，唐家哪敢怠慢。确定唐老太太没什么事后，海童才挂了电话。奶奶，我先带贝贝去吃点东西吧，贵客来访，待会儿就不好走开了。老太太不舍得将曾孙女交给海童，慈爱的道，带她去吃早餐吧，她的早餐还在厨房里热着。哥哥呢？小贝贝问起哥哥们。海童牵着他往餐厅走去，笑道，
哥哥姐姐们早就去玩了。你吃完早餐，妈妈让保姆阿姨带你去找哥哥姐姐们玩好不好？贝贝点点头，奶声奶气地应着，好。心急着去找哥哥姐姐们玩。贝贝吃早餐的速度比往时要快很多。在蓝太太夫妻俩进来时，小贝贝已经吃饱喝足了。海童抱着他从餐厅里出来，恰好看到蓝太太夫妻俩跟在管家后面进来。蓝先生，蓝太太好。海童礼貌地问好。蓝太太看到母女俩，眼睛都亮了，脸上很自然地有了笑容。你是海童吧？我常听若若提起你，这是贝贝。若若特别喜欢贝贝，贝贝好可爱啊，怪不得女儿那么喜欢贝贝。在家里经常说占维的小侄女玉雪可爱，虽然才1岁多，却聪明得很。听她奶声奶气叫一声姨姨，心都酥化。说看到贝贝就会冲动的想生个女儿，贝贝就是专门骗人生女儿的。此刻一见，蓝太太相信了女儿说的话，占维的这个侄女是真的好可爱，白白嫩嫩的五官生得特别精致，特别那双如黑葡萄般的大眼睛，乌黑明亮。蓝太太问海童，能让我抱一抱吗？她都好久没有抱过这么小的孩子了，自己的一双儿女目前都还没有结婚生娃，她想当奶奶还在做梦，想当外婆也还在做梦。海童笑着，当然可以，贝贝。蓝奶奶想抱抱你，让蓝奶奶抱你好不好？这是你若若阿姨的。妈妈。贝贝看着蓝太太，笑容可亲，便伸出双手让蓝太太抱她。海童请着夫妻俩过去坐。蓝太太抱着贝贝走到老太太跟前坐下，笑着对老太太说道：老夫人，我夫妻俩冒昧来访，打扰了。这孩子真可爱，他夸了贝贝一句。蓝先生也向老太太问好。老太太慈祥地道：蓝先生。蓝太太肯来，那是我们的荣幸，哪里会打扰？若是早知道你们在管城旅游，我早派人去请2位过来，在我们山庄住下。蓝太太笑道：那样就太打扰了，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占维是您老人家的孙子，就冒昧前来拜访。老太太说道：老七在你们阳城那边没少给你们添堵吧？等他回来，我骂他。蓝先生连忙说道：没有的事，占维很好，很优秀，以前不知道他是您的孙子，我们都觉得能教出那么优秀的孩子，占维的原生家庭肯定很好。还真是，老夫人，占维是真的很优秀，我们听说他是您老人家培养的。蓝先生不停地夸赞着占维的优秀。老太太笑道：得亏老七不在场，他在场，你们俩老在夸赞他，他的尾巴都能翘到天上去。他呀，也就那样，说不上多优秀，也不算差，普普通通吧，过得去。你们家若若才优秀，我也没少听老七提到若若。彤彤去阳城旅游归来，跟我说起若若，我是还没有见过若若本人，但对她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。老七有他这样的对手，才能越来越优秀。不过做生意嘛，没有永远的敌人的，他们俩会惺惺相惜，慢慢就能成为合作伙伴，成为朋友，甚至夫妻。这句话老太太就不好说出来了。蓝家夫妻俩过来拜访一下，对于2个孩子相杀到相爱，2家人是心知肚明，但还没有摆到明面上来说，还没有影的事儿，老太太自是不会明着说，怕影响了若若的名声。自家老七倒是无所谓，男人嘛，脸皮厚一点。蓝太太笑道：老夫人过奖了，我们家若若还是差一点的。他们蓝氏集团在阳城扎根的时间几十年了，而杨泰从成立到现在都不足10年，成立了2年就差点倒闭，被占维挽救了。就这样都还不足10年，根基是无法和他们蓝氏集团比的。可是杨泰在占维的带领下，愣是成为了蓝氏集团的心头大患，生意上的死对头。
所以说还是战伟比他们的儿女要优秀。眼前这位看上去慈眉善目却精明的老太太是战家的定海神针，战家的儿孙都是他老人家培养出来的。